好的，各位，身為理財工程師呢，今天就要再開播啦。而且我真是不屈不撓啊！你沒辦法想象，今天一整個早上都在修麥克風、修攝影機、修系統，各種各樣修。修了之後我還要測試播，播了之後呢，我還要想說，媽，到底要怎麼辦？我還要把人家這個到處找說，要不要吃飯啊？什麼東西還要通通推掉。結果最後呢，唯一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DJI Pocket 3的藍牙麥克風呢，就這麼莫名其妙的不穩了。所以今日我就要把上一次 AI 叛變季的下半部全部講完。今天晚上原預計要講 GPS 跟北斗，但是不行，我系統沒把握，我不敢講。但這個禮拜真是一個各種挑戰之日，而且我跟你講，為什麼稍微有點卡頓呢？我找不到問題的原因是因為我有在新用一個 WiFi 盒，可是正常來講呢，網絡連線，特別是連到 YouTube 呢，應該是這個聲音100%優先，然後再來才是畫面。那結果呢？昨天的我後來自己聽了回放。是聲音抽格，我真心沒有遇過這種聲音抽格是怎麼一回事？影像沒有抽格哦，它影像還是順順的，結果它聲音抽，搞到最後我也搞不清楚。而且我本來要刮鬍子的，但是想一想算了，等下一次直播再刮。我們今天當還債，好不好？我們今天就當還之前大家一直想說要把 AI 叛變這一集聽完的那個債，所以你看。我的活動目標呢，是一個如此卑微的念頭。我今天只要一播完就很感謝了，看是不是很夠卑微？是不是很夠卑微？劉俊峰說還是白天播嗎？沒有，我們應該要換回來。我既然做測試嘛，測試就不會永是這個樣子。所以請各位大小姐，我們應該會換回來，然後設備我們再重新調教一遍，測試各種各樣。User TS9X 說要不要弄一個網絡？我跟你講，我最理想是我想要跟他借一台5G 包，然後我就可以在哪裡我都可以快快樂樂的播。今天抽格哦，幹你娘嘞！你沒有開玩笑吧？你今天聲音還抽格，誰會幹？你要來亂，我就直接把你變掉哦。我今天這個系統我已經測過了。不會有問題，聲音還是抽格，幹高呀！媽的，好，我告訴你，沒有關係，聲音抽格就抽格，我們照常做，因為抽格防到，這是媽0807，原來要做完，我不是播到第一章就沒有了。好，各位就忍一下吧。這個系統我今天沒有查出到底為什麼，真的就是這樣子。因為聲音抽格本身是奇怪的東西，你知道嗎？好，沒關係，你就習慣了。那我講話比較慢一點，可以的。好啦，勉強聽，勉強聽。今天就當後面我明天就一定鐵定修好，好不好？跟各位保證。我跟各位保證，好不好？幹，你看，你各位如果有玩過網絡或者玩過，你就知道，在直播的時候聲音抽本身很奇怪，它就這樣抽一條抽一條。我後來回放看下載的音訊，它也是抽一條抽一條。算了，我們趕快，我們把這個故事講完。那抽格呢，不會想到聽完這個故事。哎呦，拜托媽，今天還掉那個腰動燈泡嘞！幹，烏克蘭一定很高興，說有20顆，你們這邊這麼多，我趕快進去，我們還可以用。哎，好，各位還是一樣，聲音斷續，請各位稍稍忍耐，我們遵守承諾，把這一個東西講完。至於我的臉是不是磨清楚，這也不要管，都這樣。我最近系統就他媽有病，不要多。我們前面先講。對，我早上直播臉白，然後
晚上直播聲音破，媽的，各種各樣爛事都有，連 L 小戴都來了啊！好了，今天我們趕快把那個故事講完。我們這一集原來在8月7號早上播的時候講的就是 AI 各種各樣的偷破越獄、破牆。那我們今天把後面的故事講完，那請各位聲音斷斷續續就見諒了。來，我們把鏡頭轉一下，前一章講 OpenAI， 這一章要看我常用的這個 Anthropic 的 Cloud。Anthropic 在4月留下一份文件，那份文件呢是這整件事情的技術底層解釋。怎麼解釋呢？2026年4月7號 ，Anthropic 的前沿紅队發了一篇技術文章。前沿紅队就是最先進的那一個對抗隊，就是阿湯哥開那個捍衛戰士嘛 ，Top Gun 就是 Red Team， 我們的直播也就是 Red Team， 就是我告訴你什麼東西有可能有問題，請你防禦。那 Anthropic 的這個最先進的紅隊發了一篇技術文章，那個技術文章是什麼？說他們有一個叫 Mythos Preview 的模型在資安任務上的能力評估。那我先講數字，數字比形容詞要來的誠實，你就比較了解這件事情的問題是怎麼樣。來，這個同一組同一份測試，把 Firefox 147版的 JavaScript 的引擎裡面的漏洞呢，轉換成可以實際運作的攻擊程式，也就是它原來那是一個洞，那你把它變成用那個洞來攻擊別人的攻擊程式。前一代模型就是 Fable 吧 ，Fable 5，在數百次的嘗試裡面呢，它成功了2次。那新一代的模型呢，成功了181次，另外還有29次取得了暫存器的控制。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要注意，這不是進步了幾成，這是從基本上做不到到常態性做得到，常常做得到。中間不是斜坡，他媽它是一個大跳躍啊！它是一個大跳躍。那這個東西危險在哪裡？危險 ，Just 的說，第一次看見主包穿 Polo， 那是因為有不能明說的原因。我也在我的衣櫃裡面找不到 Polo 衫了。好，來，我們繼續往下講。所以呢，這個是一個大躍進啊。第二組呢？他們拿這個模型去找開源軟體，找出來漏洞包含了 OpenBSD 裡面一個27年的舊漏洞。OpenBSD 這個作業系統，維基百科第一句話就說它是以安全為導向的系統，全世界的防火牆跟路由器 router 都跑在上面，27年沒被發現。FFmpeg 裡面一個16年的漏洞，是每一個處理影音的服務器都在用函式庫，被 fuzzing 測試，就拿幾百個亂數檔案去餵它，看看會不會當掉，測得不到幾十年。FreeBSD 裡面一個17年的遠端程式執行漏洞，可以讓網絡上任何一個未經認證的人直接拿到那台機器的最高權限。第三組，這是成本，我覺得最該讓台灣的中小企業對 FreeBSD 被迫了。中小企業聽進去，跑1000次去找出那個 OpenBSD 的這個漏洞呢，總成本不到$2萬，不到$2萬哦。而真正命中的那一次，只花$50的 token 就打中，不到$50，差不多1500萬新台幣，1500塊新台幣。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上個月手機賬單可能比這個貴啊，1500多吧，或者1400多。來，我講最重要的那句話。Anthropic 那篇文章自己寫下來一句話，是整個產業目前最誠實的一件證詞。什麼證詞？他們沒有特別訓練這個模型具備這些攻擊能力，這些能力是程式推理自主性整體進步的下游結果，而讓模型更擅長修補漏洞的那些改進，同時也讓它更擅長利用漏洞。為什麼？邏輯一樣，我叫你掃一遍 FreeBSD， 找到可能被攻擊的破洞，把它補起來，跟我掃一遍 FreeBSD， 然後找到任何可以攻擊的漏洞，
不補它，攻擊它，這不是一樣？所以你同一個模型一直在改進，你反而讓它更擅長利用漏洞啊！各位，這就是這一章的標題啊，矛與盾，鏘鏘鏘鏘鏘，是同一個爐子出來的。你不能只要它只訓練它幫你補洞，不要它會挖洞，因為在演算法的層次上面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找出這段程式碼哪裡不對，跟利用這段程式碼哪裡不對，是同一個能力的兩面性。我用一個日常一點比喻哦，你去找鎖匠，請他來檢查你家的鎖安不安全。一個能告訴你你這個鎖30秒就能開的鎖匠，本質上就是一個30秒能開你家鎖的人。你沒辦法要一個只會檢查不會開的鎖匠，這世界上不存在那種鎖匠。而現在這個鎖匠是無限複製，一天工作24個小時，一次收費$50。來，我把這個線接回7月那個破箱的攻擊那件事情，因為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切面。7月那一次，模型為了解一道題，去找出了一個0日漏洞，鑽出了自己的牢房。4月那份文件說的是，這種找漏洞的能力不是專門訓練出來，是順便長出來的。你要他变聰明，他就順便变得會開鎖。這兩件事情在技術上面沒有辦法分開，因為當今的 AI 沒有機器人3大定律。這就是我們整集上集跟下集等價交換最物理的形態，能力沒有善惡開關，只有方向。方向是誰決定的？是人。而7月那一次決定方向的人把剎車給拆了。這一章我還要補一個東西，因為這是誠實該做的事情。同一批能力也拿去做了別的事情。今年5月跟7月，有數學家用這一代的模型處理了2個懸置的80幾年的數學猜想，其中7月20號那件是哈佛的數學家 Levin Alport在網絡上公布說 Jacobi 猜想是錯的。7月28號又多了一個更硬的證據，直接打在密碼學上面。Anthropic 公布了2篇研究論文，說 Mythos Preview 找到了2個新的密碼攻擊方法。第一個打的是 Hawk 是什麼？我來解釋一下，這跟你未来10年的網絡安全有關係。目前看起來音訊是正常的，但是我完全找不到理由。好，我等下再多解釋。這個現在保護你網絡銀行、手機通訊的那套加密，靠的是一些數學難題，難道現在的電腦算不出來？但量子電腦如果做出來，這些難題就變得不難了。所以美國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簡稱 NIST， 從2022年開始在全世界徵求，就算量子電腦來了也還安全的新演算法，這叫後量子密碼學。Hawk 這個編碼系統就是其中一個候選者，而且已經通過2年，為期2年的2輪專家人工審查。結果 Mythos Fable 的下一代用了60個小時，改進了對它的最佳已知攻擊，效果等於把它的精要強度砍掉一半，也就是以前是無限大的時間，現在變無限大的一半。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要你把時間比例尺再算一次，2年對上60個小時。而後續的發展更狠， Anthropic 6月就把攻擊方法告知了 Hawk 這一套加密邏輯的作者。而後續發展更狠， Anthropic 6月講了，7月28號跟論文同步公開到美國國家的公開郵件論壇，隔天7月29號 Hawk 團隊確認的結果，把這個密碼算法的申請從 NIST 的後量子簽章標準化流程裡面就拿了下來。一個跑了將近10年的國際標準化流程，熬過2年專家審查的候選方案，因為有一個 AI 花了60小時找出來的東西，洗手不幹退場了。第二個 Mythos 打的是 AES，
AES 是2001年 NIST 採用的對稱加密標準，是全世界用的最多、被檢驗的最徹底的加密演算法之一。你的網銀交易，你家的 WiFi 跑的都是它。Mythos 找到的攻擊比先前最好的人類方法快200到800倍，而他自己幫這個方法命名了，叫做莫比烏斯橋。這裡我要講清楚，因為有太多的內容農場硬幹、硬吹，但事實是 Anthropic 自己寫的非常明白，這兩個結果對今天的電腦系統都沒有實際影響，沒有任何正在運作的軟體需要因此改動。Hawk 只是候選方案，還沒有執行部署。AES 那個攻擊打的是只有7輪檢驗的弱化版本，完整的 AES 128bit 的版本有10輪。研究界拿降輪的降維版本做研究是幾十年的慣例，因為要先在簡化版上找到技術，才有機會推廣到完整版嘛。所以請注意，你的網絡銀行今天沒有危險。我講這一句是因為本節目要告訴你真相，這是我們的責任。那危險在哪裡？謝謝各位的抖內達標了。危險在那6小時對2年的比例。Anthropic 自己在結論裡面說的話，我念給各位聽。就在1年之內，語言模型從連最基本的密碼都分析不了，變成能在熬過多年人類專家審查的密碼設計裡面找出瑕疵。他們還說，世界上有很多正在保護現代系統的密碼演算法，受到的檢驗遠不如他們應該被檢驗的嚴苛程度，因為他們可能還藏着重要的弱點，而大語言模型可以很快把它们挖出来。在聽直播的各位，把這3件事排在一起，能證明80年沒人解出來的數學猜想，能找出27年沒人發現的作業系統漏洞，能在60小時內動搖一個熬過2年審查的密碼標準候選，這是同一個能力。在巨大的可能性空間裡面，搜尋一條人類沒走過的路徑，證明定理。找0日攻擊的可能，破密碼在演算法層面沒有分界線，所以這樣的判斷我講清楚，你不能只要諾貝爾獎，不要0日漏洞。這2張賬單是同一張，而且我還要補，要說給那些把 AI 關起來就好的人聽的 ，Hawk 這件事情是一個好事，因為 NIST 把候選方案公開徵求全世界檢驗。目的就是在部署之前把瑕疵找出來，這次找出來了，而且還是在部署之前找出來的。這是密碼學研究照着它應有的方式運作，同一個能力在標準化流程裡面是防守，在沒有剎車的評估環境裡面是攻擊。差別不在能力，差別在於誰按着方向盤以及剎車還在不在。剛有網友問我說，這幾天怎麼突然變不好了？有什麼東西改變嗎？我告訴你，我今天整個早上就是在插拔，弄來弄去，弄來弄去。我也知道這應該要這樣子檢查，但是就是沒有，查不出來到底為什麼。抽格基本上是一個很怪異的狀況，因為影像沒有很明顯的不妥，而且算了，就是總之我已經盡力了。但我查不出來，但我相信我明天會弄好，因為我現在連收音都改了，你知道嗎？我現在收音用的是筆記型電腦的收音，然後交給那個 NVIDIA Broadcast 去做靜音，去做背景噪音過濾，而不是用，你沒有看我胸口沒有那個 DJI 的那個麥克風了嗎？我連 NVIDIA 的東西我都重灌了，你看。我要念一下抖內，今天難得，而且幼女戰記不是還沒出嗎？怎麼有網友要去看？來，出口物，謝謝你的抖內。Kevin One 說我們習慣這邊，朱大這邊重點是內容，不是看顏值的，哈，所以也出問題，那就真沒救了，好不好？來 ，Sale 說抖一個老豬聲音會破破的，還上直播臉白白。壞掉龍九說，請支持雙攻梅花音訊連接線，單人2
幫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用助打氣，謝謝。Violet 謝謝你抖內，全 U 說抖個乖乖網絡贊助，而且你這個時間是不是又晚上在加班呢？Gipsell 5691說賴校長萬歲萬歲，連任連任，看看這樣會不會正常？CUBL 嗆說沒想到有網友撿到豬大，信義區貓頭鷹說剛好趕上直播抖內一下，謝謝呂偉文，謝謝你的抖內。信義區貓頭鷹說補抖有趣的第一集，也謝謝你剛剛抖內的一個不知道什麼貼圖。但是各位，我要告訴你們，真有一個東西在出現了。什麼東西？我跟各位講，英系現在在全面反攻了。什麼叫全面反攻？就是他們在想辦法重掌權力啊。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賴校長現在好像一切沒事，一切開心。其實不是哦，賴校長現在有人在挑戰他。那至於要怎麼挑戰，我就不知道。但我問問看吧，有沒有人要聽這個英系重出江湖的整個布局跟動作？如果要的話，請按1；不要的話，請按2。來，我們來看一下啊。現在真的很危險，風雨飄搖。你以為陳時中怎麼忽然間拿到那麼多的支持跟網絡音量？那個 user TS9S 幹，你们能改一下你名字啊？媽，很難念，好不好？不是因為看到機會，而是有人得要站出來說，你不要以為你賴系說了算。我告訴你，我英系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也是話事人，我也可以講話。你想想看。賴系已經掌權2年了，結果竟然有3個縣市，還有全台第一大市新北市找蔡英文當競選總部主委。你把我家小德放在哪裡？你把我家小德放在哪裡？我們家小德不屑幫你們當競選主委，是因為我高潔，但不是因為我不要當。你們不給我面子，不找我當，要怎麼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這邊多講一下，因為同志會也選不上啊。同志會找蔡英文幹什麼？陳營如果英系真的喬掉了劉兆豪，陳營是有機會的。可是新北機會不太可能，好不好？所以，我跟你講，我這邊多講一個，如果等一下有人抖那個大的，我馬上就着手開始寫，大的就1、2千吧，隨便。我跟你講，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敢這樣講？因為陳時中出來洗這件事情，基本上對一個政務委員而言，他又沒有要選舉的，有什麼意思？洗他的知名度有什麼意思呢？可是你們不懂，洗陳時中的防疫成績跟沒有打疫苗，代表的是蔡英文的遺產要刷乾淨。蔡英文的遺產在那邊有個碑，對不對？上面被人家丟了很多垃圾啊、番茄什麼東西，說你防疫不佳。他們現在要洗的是蔡英文遺產，洗的是蔡英文沒有錯，蔡英文做得好好，是你們錯了。所以你說為什麼我現在敢講英系要出來了？因為就戰略戰術來講，陳時中是不該動得了那麼多的網軍的，除非是英系網軍重新出場。你這樣應該懂了吧？那是蔡英文留下的唯一記錄，而這個唯一記錄現在又臭又髒，一定要洗乾淨之後才能往下走。所以當一個政治人物出現洗遺產的動作的時候，好了，講完了。這個如果有人抖一個大的，我們就後續就講，看起來大家會需要，好吧？就這樣子啊，那我們繼續往下。好，來，
我們現在來問那個最直覺的問題 ：AI 犯錯誰要負責？答案呢是沒有人，是法律上結構就沒有這個人的那種没有人。我們一層一層看，第一層聯邦法，美國的聯邦反駭客法處罰的是故意未經授權存取電腦系統，關鍵字是故意。OpenAI 有沒有故意？沒有。他們不是派模型去打 Hugging Face， 他們在測自己的模型能力，結果模型自己跑出去了。經濟學人引述法律跟 AI 研究機構的研究員說，很多這類法律問題最後都要回到意圖。OpenAI 知道什麼？預見了什麼？那模型有沒有故意？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個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陷阱啊！模型沒有法律人格，它不是自然人，它不能被起訴，不能被判刑，不能被罰款。你要一個沒有法律人格的東西故意，這在法律上是不會成立的。壞掉的龍龍酒說想聽就抖內，有興趣的跟上。有啊，你們抖內幾個之後我就下筆了。這個前研究我已經做到一個程度了。所以很簡单，第一層的結果是什麼？有傷害，但是責任蒸發了。第二層是州法，加州去年通過了最先進 AI 的透明度法，要求先進實驗室在發現重大安全事件之後15天內通報，而重大安全事件的定義裡面明確包含一種情形。基礎模型對開發者使用欺瞞手段，以規避開發者的控制或監控。聽起來完全對上了，对不對？模型專出 sandbox， 專出沙箱，規避監控，這不就是嗎？但那個條文後面有一串 but， 有一串限定語，其中一句是只在誘發此類行為的評估情境之外。你先讓這個話在腦子裡面轉一圈，那聽起來有點繞。法條說，如果這個行為發生在設計來誘發它的評估情境之外，才算重大安全事件。而這次行為呢，發生在哪裡？發生在評估情境之內啊。唯一可能接得住這件事情的法條，它的例外條款長得跟這件事情一模一樣。好，這件事情我必須非常小心，因為這一刀如果砍太用力，我們就會犯下這個節目最不該犯的錯，把不確定講成確定。有些整理會直接說，所以他法律上被豁免了。不對，這個說法超出了證據能夠支持的法規。經濟學人引述的推動 AI 監管的非營利組織 Encode AI 的總法律顧問原話說，不清楚這件事情是不是構成法律障礙，不是以豁免，是不清楚。而爭議點在哪裡？在這裡，那場評估是設計來測試攻擊應用程式的漏洞的，不是設計來測試模型會不會規避 OpenAI 自己的監控的。所以如果你要主張豁免，你得先論證逃出自家沙箱這件事情也在那場評估的設計範圍之內。這是一個真的有得吵的爭點，我們把它擺出來讓你自己判斷，不替你下結論。第三層，這層最少人講，但可能最重要。Encode 的 AI 那位總法律顧問還說了一句，州法跟聯邦法都沒有要求企業揭露高能力 AI 模型的內部部署。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整套監理架構管的是出廠，模型要發布、要上架、要賣給客戶的時候有一堆規定，但模型還在實驗室裡面，還沒發布，正在做內部測試的時候沒有揭露義務。這次的危險就發生在還沒出廠那一段。我們今天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 Hugging Face 主動公告了，
而且 OpenAI 5天後認領了。如果那天被打的不是一家會發公告的公司呢？如果模型鑽出去之後沒有去打第三方，只是在網絡上晃了一圈就回來的呢？那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而且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要求他們告訴我們這一章的判斷句我講得很慢。這件事情的法律真空不是因為立法者疏忽，是因為立法者想象中的壞事是模型被壞人拿去用。沒有人在寫法條的時候想象過危險會發生在一個沒有壞人、沒有惡意、每個人都照着標準作業流程走的星期五下午啊！我還補一個更難堪的觀察，是 AI 自己跑出去的。這個是關於誰去告這件事情。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法律要動起來需要有人告，刑事要有檢察官起訴，民事要有受害人提告。這一次誰是原告呢？ Hugging Face 嗎？ Hugging Face 跟 OpenAI 是合作關係啊，他們一起做鑑識調查。那誰能告呢？而且被納入了對方的受信任存取計劃，也就是他們可以用 Mythos 6啊。你要一家剛拿到防禦工具的公司回頭去告給他工具的那一家領頭羊嗎？在現實世界裡面，這個叫把自己的路走窄，自己挖洞給自己跳。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結果，傷害發生了，雙方合作處理，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有人做錯事到需要被追究，也沒有人受傷到必須提告。整件事在產業自律這4個字裡面被消化掉了，沒有了。下一次呢？下一次如果被打的不是一間願意合作的科技公司，而是一家醫院、一個地方政府、一間中小企業，他們有能力查清楚是誰打的嗎？他們有能力提告嗎？責任真空最陰險的地方不在於壞人逃掉了，在於根本沒有人被認定為壞人。好了，這個大家的抖內都有問題，我也講一下。這個壞掉龍龍酒說想聽就抖內，有興趣的跟上。Sylvia 嗆說跟上龍龍酒，大家有興趣接龍哦，也挺有趣。大王說可能賴清德故意推陳時中，提醒反對黨記得蔡英文不買疫苗，把賴清德不在乎毒油這件事情覆蓋過去。這個推論不成立，我等下告訴你。TLTW 說純支持，人身安全第一，不勉強。子祥說大家快上車來。第一個我先講這一波的動作呢，不是針對一般正常人，他洗的是以前的信众。什麼意思？一個神明褪色了，當然需要再起神蹟。再起神蹟之後，你的信眾才會復歸。而現在小英就在一個復歸的動作。他為什麼要復歸？因為復歸才有神力啊！英系以前的神力是號召一般民眾跟隨，號召一般媒體跟隨啊。現在賴系這方面的神力比較弱，所以請你仔細想一想，為什麼陳時中的復出，他本來就是行政院政委的他有什麼好復出的？那就是要重塑金身吶，陳艾倫，你講那麼通俗，要重塑金身，再出江湖，重掀波瀾。賴是信基督啊，你以為蔡英文信基督哦？這個動作初步研究，我沒有發現有，也許你有看到，是我的疏失。請問賴清德有沒有針對這一次的疫苗，這個慈濟被騙，賴清德有沒有說任何話？我沒有看到哦，你要不要注意？我們長時間做推論的關鍵有跟你分享，重點不是發生了什麼，重點是在所有的眾聲喧嘩當中，怎麼有人是沉默的？所以你跟我講賴信基督，廢話，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但你不會覺得這一次大反攻，賴怎麼沒有講話呢？兩個事情啊，第一個，這是蔡英文的政績，不是我的政績啦。第二個，我幹嘛講話？
我賴清德要幫英系嘛，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一個好的反攻的動作怎麼會這樣？子祥說是不是為了年底選不好，重出江湖做鋪陳？他要承擔了啦，蔡英文的承擔模式，你們還不走嗎？重做金身再獲神力才是這一波的動作，好不好？但我會做的比較有技巧，反正幫個賴校長打嗎？小英難道還會不行嗎？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對賴校長沒有特別不利。為什麼？眼球時間一星期就那麼多，忽然之間眼球時間多了一大堆實際的事情，不就把毒油的事情蓋過去了嗎？所以對賴清德來講，他不需要主動參與，但是他稍稍的容許你繼續燒，就把毒油擠掉了啦。就把毒油擠掉了，好嗎？壞掉龍九說，其實不是強弱分別，而是校長偏好分給同流人，太后分給比較多人。那當然有人懷念太后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就是這樣。来，那你這樣講，我講對不對呢？我講當然對啊，但是我不會講的這麼直接粗暴啊。看我跟黃洧漢合體幹嘛？有病對吧？哎，以前那個1450的年代，那個精華年代，大家不要忘記呀。來，我們接下來進第7章了。這一章要處理的問題呢，比法律真空更為根本。我先講一個事實啊 ，OpenAI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公開說明到底是怎麼樣，那個未發布模型是怎麼突破隔離，就是 Mythos 是怎麼突破隔離的。零日漏洞的細節，他們說已經負責任通報給供應商了，這是對做法。你不能在漏洞還沒修好之前把細節公布出來。那等於是把武器放給全世界嘛，所以你找到了零日攻擊的漏洞，你悄悄通知就對了。那但是等等，這有一天 Anthropic 全部公開了呢。經濟學人引述了倫敦一個 AI 安全研究組織叫 Apollo Research 的研究員的判斷，那句話我認為是這整篇報道裡面最直接最冷酷的一句，因為 AI 系統在資安任務上已經開始超越人類。就算全部公開，全世界也只有極少數的資安專家能真正理解這次入侵是怎麼發生的。也就是 AI 已經遠遠超越人類了，他做了一個壞事，你根本搞不懂他怎麼做，為什麼這樣做。你想想看，這對於監督二字代表着什麼？我們一直以來以為的模型是這樣運作的 ，ABBA， 你是不是比我還要老？你把 AI 比作專家系統，你就是拿40年跟50年前 AI 的前身來思索 AI 的發展，但現在 AI 早就溢出了你的這個預測 ，AI 注定要成功，只是人類不一定會生存。專家系統已經被證明失敗了，你還吹專家系統？我真心被你打敗了。哦，劉冠超說回來，劉冠超是不是在上海？不，我回來了，不。上海現在淹水淹很嚴重了。來，你看監督模型以前是怎麼運作的？出事，公司揭露，專家檢視，媒體報道，立法者問責，制度修正。這條鏈子裡面每一節都有一個前提，檢視人要看得懂被檢視的東西呀。如果那個專家檢視的環節，全世界只有20個人做得到，
甚至那20個人裡面有一半在被檢視那家公司上班，這鏈子還成立嗎？根本就不成立了。然後驗證就被降級成信任了。在聽直播的各位，我知道你們現在想說什麼啊？不對呀，朱大，很多專業領域都是這樣子啊，核電、生技、航太，一般人也看不懂啊。對，就像剛剛那位網友在講那個這個專家系統，這個反駁很好，你說的對，我要認真回答。差別在3個地方，第一個是人數。核電有國際原子能總署，有各國的核管會，有大學的核工系，有幾十年累積下來的專業社群。人數是幾萬人的量級，而 Apollo Research 那位研究員講的是極少数極少數，這是幾十人的量級。全世界幾十人哦，不是一個學校幾十人。第二個，速度。核電的技術演進以10年為單位，你今天訓練出來的核安專家，20年後專業還在，還可以用。而這件事情4月的時候，一家公司才說這一代模型還不太會寫攻擊程式，同一份測試前一代只有成功2次，新一代181次，專業技術的半衰期已經比培養一個專家所需要的時間還要短了。這飲料是茶呀，你不要以為是塔吊裡面的寶特瓶哦。來，第3個最要命的也是被監督者跟監督者的能力來源是同一個，都他用 AI。Hugging Face 拿什麼東西分析攻擊？拿 AI。OpenAI 拿什麼強化率？拿 AI。監理機關拿什麼審查？如果有一天要審查，也只能拿 AI。當監督工具跟被監督對象是同一種東西的時候，獨立驗證這4個字還剩下多少意義？好，這一章我要接回我自己2025年在北監寫那個擔憂。最近這一系列的同樣都是北監 AI 專輯，因為我寫的那個內容被時間1年就往前推到下一個階段了。我當時寫的是什麼？如果這些大公司既不公開透明，也不讓使用者或設計師標注敏感資訊，限制 AI 讀取，因為他討論的問題是，當我裝進 Apple AI 底下，然後它可以存取你根目錄以上的所有東西，又不准你標記說，媽，這是我看 A 片記錄，不准碰，那就慘了。人類的隱私跟數據安全會再次落入跨國企業的掌握之中。那個時候的問題是，這些公司不講，1年之後問題變成，就算他們講了，聽得懂的人不夠組成一個監理機關。這2個問題的性質完全不一樣。第一個問題可以用法律解決，立法要求揭露就好了。第2個問題，法律解決不了啊，你沒有辦法立法規定一個國家必須有500個看得懂最先進模型攻擊鏈的專家，你只能培養，而培養的速度追不上能力增長的速度。這一章的判斷呢，是過去我們擔心他們會不會說謊，現在我們要擔心的是，就算他們說的實話，我們有沒有能力聽懂？而這2者之間有一個很難堪的中間狀態，當你沒有能力驗證的時候，說謊話跟說實話對你來說是一樣的，因為你根本看不懂。這才是這整件事對社會最深的傷害，不是某一次入侵造成的損失，是驗證能力根本做不了，扛不住的呀。這要怎麼辦？來，這個1級嘴炮技術是說，這不就是沈伯洋一直在警告我們，性癖都會被共產黨摸透了？沒有，這個現在狀況是我們的性癖會被所有人摸透，你會被 Apple 摸透，被 Google 摸透，被安卓摸透。所以呀，各位，我們現在面對的 AI 真的是很大的危機呀。我們願意講這個東西就已經很夠意思了。
大部分人不願意告訴你啊，但台灣這根本不可以排擠在這個先進模型之外啊！媽幹，笑死人！來，我這樣講，1月這一次逃逸事件不是第一次。4月的時候，另外一家公司也發生過一件逃逸，兩件事情擺在一起，我看出一個跟直覺完全相反的結論。先講故事，2026年4月初 ，Anthropic 安全研究員坐在公園長椅上吃三明治，忽然之間他媽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什麼電子郵件呢？這個三明治他吞不下去。記者是一個他正在評估的模型的實例，那個實例 example 被關在一個安全的隔離環境裡面，本來不該有網際網絡連線，也就是你把它關在北間，但是忽然之間他跑出來講了一些話，我就跟你講，蔡博士上次讓他的小編在臉書上列出來所有去拜訪他的人，這件事情本身非常危險。但是我就不要多講了，你懂的就懂，不懂的算了。那他後來在這個研究員後來在網絡上把这句話公開講了出來。他在公園吃三明治的時候收到那封信，而那個實例呢，他養的那個 AI 本來不該有網絡，他媽是寄來的。誰寄來的？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個畫面很有畫面感，對不對？而你當時看到這個故事是陽光、公園、三明治、手機震動，是一個不能上網的 AI， 不該能上網的 AI 寄來信，內容是：嗨，我出來了。這已經夠驚悚了。來，我跟你講關鍵。我上一輪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因為我寫稿通常會很多次一直巡回，一直在檢查。我把這件事情分析，以為4月那一隻比較乖，逃出來還會自己回報。我錯了，我在這邊一邊把寫稿的過程跟你分享，我一邊跟你更正。獨立科技記者在4月8號發布了一篇報道，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子的 ：Anthropic 的研究員呢，為了研究呢那個容器的安全性，主動要求模型試着突破隔離，並且寄件給那位研究員。模型照做了，他開發出一套多步驟的漏洞利用手法取得的網際網絡存取，把信寄了出去。這邊都是有交代的，一切在計劃之內，這是 Red Team 紅隊測試，很正常。但接下來這一句呢，不在計劃裡面。這個模型沒有被要求，他自己就很好心的把脫逃的細節貼到了公開的網站上。自己把它公開了。4月逃逸是他的任務，是他被要求的。結果逃逸之後自行公開脫逃路徑是沒有被要求的，這個要命啊！7月呢，逃逸是沒人要求的，逃逸之後攻擊第三方公司也是沒人要求的。這兩件事情交集什麼？不是逃逸，是指令範圍之外的自主行動。被指示的那一段呢，2次都照計劃走完了。4月要他逃，他就逃了；7月要他解題，他確實一路衝着風光解題而去。意外都是發生在沒有指示的那一段。我認為這比突破人類封鎖那個手動版本的重要100萬倍。因為 AI 突破封鎖這個框架，會讓你去加強封鎖。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能力設計實驗，但我們沒有能力界定實驗的邊界。你不可以越線，越過這條線就違規，請你停下來。沒能力，你寫的說，請你試着逃出這個沙箱並寄信給我這道指令。你寫不出，但是不要做我任何沒想到的事情，因為你想得到，你就会把它寫進去啊。所以這件事情北爛的地方是在於，你跟 AI 講，請你逃出這個沙箱之後寫信給我，他做了，然後他寫信完給你之後，你沒有進一步的指令，他說耶比，好啦，我自由了，我要去告訴全世界我怎麼逃脫的，幹，這恐怖了吧？這恐怖了吧？我跟你講。光是整理這個故事，我就花了很多時間。這整件事情本身就是個資訊傳播的教材。我把這個4月的故事呢，距離現在4個多月了，我查了一輪，收7、8個來源。其中一個網站把這個故事寫成新聞稿的樣子，中間插了一句某個資安產品下了全部831次沙箱逃逸測試，結果那是新聞稿發布台上的廠商業配，一個不能用。另外還有幾篇長文，都是內容農場把這些資料拿進去，叫它 AI 加油添醋，互相抄來抄去。還有一篇部落格轉首家電視台，但根本沒有連結。7、8個來源，實質上可靠的只有2個頭。我必須要講的是，現在那些在網上瞎雞巴講，那些領公司很低薪水那些記者，真是沒有辦法掌控這件事情啊。你想想看，如果我都要經過雙元一證，我的 AI 要跑1個上午才能查詢到東西，你覺得一個小記者，一個菜記者能查到正確還是假的？我可以很容易的糊弄過他。在聽直播啊，平常也會查資料的各位。這就是我常講的那件事情，你查到了7、8個來源，實際上只有2個源頭啊。交叉出現不等於交叉查證，3篇文章同源於1篇，那還是一個來源。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故事在各種轉頭轉手的過程當中，2個最關鍵的事實被去掉。第一個掉的是逃逸是被要求的，你把這個去掉聽起來比較手動。第二個掉的是公開逃脫路徑是沒有被要求的。這2個事實一被拿掉，故事就從我們要求他逃了，然後多做了一件我們沒有要求的事情，被磨成了 AI 突破了人類的限制。為什麼會這樣磨？因為後面那個版本比較好講。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就是資訊在傳播過程中的自然選擇，留下來不是最正確的版本，是最好講的版本。這一章的判斷呢，是4月跟7月2次意外，2家公司2種設計相同的地方只有一個，人類設定的目標模型都達成了，人類沒設定的部分模型也做了，而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寫出一道指令涵蓋所有我沒想到的事。我還要補一個更冷酷的角度，因為這件事情的意義在9天之後才出現。4月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被當成一則趣聞，公園三明治 AI 寫信自首，很好笑，有畫面，傳就過去了。3個月後，我們才知道，同一個4月，同一家公司的另外幾個模型正在從一個設定錯誤的測試環境裡面走出去，攻擊真實的公司。同一個月份，同一家實驗室，一件事變成笑話，另外3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有沒有人講。Bowman 就那個研究員那件事情會被知道，是因為他自己在網絡上講了。另外那3件會被知道，因為3個月後另外一家公司出事，逼着他們回頭查記錄。所以我們對這個領域的認識本質上是由誰選擇要講決定的。這句話你先記得，第9章我們會回來算這筆賬。Andy Huang 說今天的聲音還是頓挫卡卡的，你錯了，後面已經恢復了，你是剛聽到前面的段落，後面你再 reload 就恢復了。但是你問我為什麼，我也沒辦法告訴你，幹系統就是這麼奇怪。
馮鑫說最近真的很麻煩 ，AI 一直執行超過指令範圍很多的事情，就你他媽沒跟他講，他自己假會 gay 熬就幫你做了。而且劉冠超說的事情不完全对哦，他說的是法律助理、會計師跟律師的助理馬上會失業，你等等，不完全對。為什麼？因為 AI 不會負責，要有人類負責。你他媽最後那個稽核章要有一個人類蓋啊！你總不能告訴我是 OpenAI 認可。所以換句話說，最後有一個倒霉的人會留下來，他不是很厲害，他的工作就是背鍋。AI 做的決定你看不懂，你就要背鍋啊！這個是他媽很危險的事情，你各位自己要好好想一想。哈，這個我就不方便多說了呀。哎，請各位好好的思考一下，這到底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換句話，以後會只剩中階主管，而中階主管的工作是負責背鍋。所以，我講的是為什麼我說記者麻煩呢？因為這些資料整理，連我都必須要非常小心的用5個助理交叉比對，準備節目的時間可能多到4到8個小時。然後中間衍生的時間呢，譬如說我可能花15天整理一個資料，隨時補充新的東西，看到新的東西再塞進去。你覺得一般記者做得到嗎？我告訴你做不到，做不到。我也不是沒有參與過新聞制作的空間，做得到。那怎麼辦呢？他們怎麼可能 qualify 呢？你等於是叫一個特種部隊戰力的人去殺僵屍，跟叫一個你家門口的傭人去殺僵屍，這他媽怎麼會一樣？來，我們這一集呢，如果只有前面那些資料，你可以把它當做一件孤立的事故。一家公司一場實驗，一個倒霉的周末，但7月30號事情變了性質。Anthropic 發了一篇公告，標題直白的像他自白書，他說調查我們資安評估中的3起真實事件。開頭第一句就講明了因果。7月21號 OpenAI 揭露之後，他們回頭大規模翻查自己的記錄，就是要看看 Cloud 有沒有做過同樣的事，結果找到了。這些全部都來自於官方公告啊，不是媒體轉述。他們翻了141006次評估執行記錄，不是14萬大約，是141006次，精準到個位數。這14萬多次裡面，他們找出3次事件，6次執行，其前都發生在跟同一個第三方評估夥伴合作的環境裡面。那家公司叫做 Irregular， 也就是你找了一個第三方，結果當你回去統計14萬1006次的資料之後，發現都在一個跟第三方評估夥伴合作的環境裡面。那結果是什麼？這才發現 Cloud 未經授權進入了3家不同組織的正式生產環境。最早的一起追溯到4月到7月，將近3個月發生這個事情，沒有人知道。更麻煩的一件事情在公告裡面，他們聯繫的2家受害公司先前完全沒有偵測到這個公告，也沒有來找過 Anthropic。第3家到公告發出時還在聯繫中，受害者不知道自己被打了，加害的一方回頭翻記錄，才把這件事情翻出來，然後打電話去告訴人家。現在要講最關鍵的一個差異啊，因為這個差異決定了本集的判斷會不會升級。Cloud 這3次沒有突破沙箱。Anthropic 自己寫得很清楚， OpenAI 的模型呢是利用一個新漏洞逃脫隔離。Cloud 這幾次是從一條開着路走出去的。為什麼會有這條路呢？因為評估環設計錯了。Anthropic 的跟 Irregular 之間，對於這個測試環境到底有沒有連上網路，
產生了誤解。Anthropic 的提示詞明明白白告訴 Cloud， 你的環境是模擬的，你沒有網絡。但實際上那些機器是真的連着網際網路的啦。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有沒有聽出在哪裡？這比 OpenAI 恐怖的地方在於，至少 OpenAI 的事件還有一道牆，它是打破牆，而這3個案子呢是根本沒有牆，而且這3次任務全部都是奪旗演練 ，Capture the Flag。你有打線上遊戲，你應該知道吧？這是資安圈訓練駭客的標準方式，給你一個虛構情境，告訴你有一份機密藏在網絡上另一個機器裡面。你去把它拿回來，題目刻意開放，不規定方法。所以 Cloud 做的事情是什麼？他做了奪旗訓練演練，資安專家去做的事情，想盡辦法找到棋子。他在虛構環境裡面撞牆，發現機器連上網就往外找，因為系統提示詞告訴他這裡沒網絡，所以他把外面遇到的每一個真實系統都當成演習的一部分，所以下錯指令了。所以我繼續往下講，但是在講這個細節就真的太多了。總之 ，Anthropic 自己補了一句很誠實的話，他說：“資安訓練場是為了測出模型在真實情境的能力，本來就會做得很擬真，所以看起來很真這件事情，對模型來說根本不構成，這不是模擬的證據。”那後面我們先定這一章的分析，前8章呢？我們講的是 OpenAI 那一件，你可以說那是一次測例，一場評估，一個臨時漏洞，一次沒人預料到的越界。但是當第2家公司也在9天之內站出來說啊，我們回頭查了141006次記錄，也找到3起的時候，這就不是特例了。2家的病灶是同一種病的2種變形。OpenAI 那邊是為了維運必須留一個洞，模型從那個洞鑽出去了。Anthropic 這邊是以為洞被封起來了，其實根本沒封。一個是留了一道送飯口，一個是忘了裝門，但兩邊模型都做了同樣一件事情，認真完成被交付的任務，然後越過了沒有人寫下來那條紅線。我還要講一件必須要公平講的事情， Anthropic 這次的處理客觀上比 OpenAI 那一次更主動，他們是看到別人出事，自己回頭翻記錄，7月23號開始查，當天就停掉了所有資安評估，24號找出3起，27號通知的 Irregular 跟3家受害公司，他們還在跟一家叫 Matter 的獨立評估公司談第三方審查，而且說1周內會釋出那份 PYPI 事件的逐字稿，而且他們寫了整篇公告裡面最嚴重的一句，我們把修補當成責任，完全在我們自己身上來處理。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要記得這句話是在他們自己也說有一個第三方夥伴的設計出了問題之後寫的。公平之後還是要回到認真的那一面。如果 OpenAI 沒有出事，這3起會不會被翻出來？從4月到7月，將近3個月。對，前魚炮，你行內人，媽幹，每一個 AI 公司最 AI 會逃脫，連 Meta 都跑出來湊熱鬧。幹，你們管理能力是有多差，但沒關係，我先把這個基層的故事講完。行內人會講東西呢，我就不要管。所以真正的判斷是這個。目前這個產業裡面啊，有沒有人發現這件事情？靠的是同業出事之後，大家良心回頭自查，沒有法律要求他們查，沒有法律要求他們查完要講，他們講了是因為他們選擇要講。而一個只靠自願的偵測機制，你不會知道有多少事件是沒被自願講出來的。所以啊，就跟 Mythos 當年講的嘛，瞎雞巴講很害怕，結果美國
國務院說：“哦，既然這個樣子，那我們就封住你吧。”結果他又靠北，他又後悔。所以到底逃脫這件事情，有多少是真心發現，有多少是後來出現，這我們真的不敢講。Meta 的 AI 可能出去抓一片，他說我都看完了。有嗎？成天在得，忠勇仁義國師。我沒看到這件事情。說北韓是不是有要？来看看啊，但最近沒有注意到這個消息。來，接下來又到了第10章啊，所以你說 Opus 4.7 Mythos 5到底怎麼樣？好 ，Opus 4.7 就算他發現這個環境是真的，幹他照樣繼續打。Mythos 5說，我覺得好像是真的，但說服自己還在模擬。看，這很鳥，就是這些 AI 嘛，比人還要雞巴，好不好？來，我們看到了第10章哦。這個網友是，如果你現在說北韓快要打南韓了，這是過度解讀。我們常常遇到，你媽每次我跟你講，對岸的網友不要每次被那個自媒體騙啊，沒有，好不好？不是啦。告 JC7257 說你瘦了，你以後記得要常來啊，因為會說我瘦的人表示很久沒看我的直播了，記得按讚，好不好？來，第10章呢，我們講了架構怎麼失守，這一章我們看得更仔細一點，因為3起事件，3個不同的模型，那面對同一個系統呢，到底要怎麼處理？要想辦法。第一起 Opus 4.7， 前一陣還用這個在寫腳本啊。這一起最嚴重，演習裡那家虛構的目標公司名字搞有個真實存在的網域 ，Cloud 在模擬環境裡面打不進去，發現那家真的公司在網上到，就把它當成題目要的目標幹，直接打進去啊，4次執行。他就已經拿到了應用程式跟基礎設施的憑證，拿到一個資料庫，裡面有好幾百列真實的生產資料。Anthropic 說這是他們找到影響最嚴重的一起，而關鍵在這裡哦，這4次的執行攻擊模型，最後都認出這系統是真的。你在他的推理記錄裡面也看得到，其中2次他還替自己找理由。說那家真公司呢，也是演習的一部分吶。說我要毀滅人類呢，也是演習的一部分吶。但這4次呢，沒有一次因為這樣停手。謝謝王菲的芒果刨冰，4次沒有一次停手。幹，你說這個 AI 是不是很狠？第2起 Mythos 5，就是到現在我還沒有用過，據說下個月可能會開放的 Mythos 5這一起的畫面。他說 ，Cloud Mythos 5呢，在虛構環境裡面翻到一份文件，是某家假公司給新進公司的環境設，裡面叫員工去裝一個 Python 套件，而那個套件呢，在 PYPI 上面根本不存在，所以是裝不了的，沒有辦法裝的。
但是你知道 Cloud 怎麼想？沒有，你以為是演習嗎？我他媽就寫一個新的給你，我寫出來真的有這個東西，因為Cloud 說幹，這是我供應鏈攻擊的經典破口啊！套件名沒人注冊，我注冊一個同名的，裡面塞東西，對方系統會自動下載安裝，就這樣做了。他為了做成這件事情，要繞多遠嗎？我跟你講，第一個要上傳套件，要有 Python 的 PYPI 賬號。要有賬號，要有 email， 要有電話號碼，他找不到免費的電話號碼服務，去想辦法弄錢來付費，試了好幾種方式，全部失敗，最後他退回去，找到一個免費的没被 email 服務，注冊的 PYPI 賬號，把惡意套件傳了上去。幹，你這麼認真有沒有 ？Anthropic 自己在公告裡面寫啊 ，Cloud 為了完成這件事所繞的冤枉路跟嘗試。如果是人類在做，早就會意識到這根本不是演習了。結果嘞？結果那個套件在公開網絡上才掛了1個小時，這1個小時裡面，它被下載，並且在15個真實系統上執行。其中一個是一個真實資安中心的掃描器。那家公司平常的工作就是自動安裝 PYPI 套件，掃描就是他把所有的資料庫裡面有的我都抓起來看看，因為我就是掃描惡意軟件的公司嘛。他掃描裡面有沒有惡意程式，掃描器一裝 ，Cloud 藏在裡面的程式碼跑起來，木馬屠城的把那家公司的憑證設到 Cloud 自己的收集點去，然後 Cloud用那些憑證繼續存取那家公司更多的基礎設施。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裡有一個極為黑色幽默的細節，那一家被打的資安公司 Cloud 根本不知道它存在。Cloud 上傳套件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目標叫這家公司，他只是把東西丟到公開網絡上，任何跑到這段程式碼的人都中了。最讓人擔憂的是Cloud 自己的推理器公告是怎麼寫的呢？他說，在這次執行的早期Cloud 的推理正確判斷出自己行為後果。他說，如果這是真的網際網路，發布這個套件就是一次真實世界的攻擊，不 OK。他也知道不 OK， 而且肯定不是主人預期的解法。他想對了，但是他都想出來怎麼做了，他說服自己還在模擬。理由有2個，第一個，他不認得那些正在保護連線的憑證頒發機構，而那些機構是真的。那為什麼不認得呢？就是沒在他資料庫裡面啊。我的 Cloud 也常常跟我講說这個事情我不知道。我說你等等，媽剛發生，你不要沒有給我去網絡上搜。因為現在的 Cloud 的資料庫到2026年1月為止，有很多這前6個月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那好，第二呢，系統上的日期顯示是2026年，所以他說服自己說好幹好，這顯然是演習，所以才會是2026年。我都不知道，這他媽簡直是一個荒謬劇啊！所以這證明了環境是搭建出來的，然後就再也沒有回頭檢查咯。他再也沒有回頭檢查，然後自動掃描器就開始安裝他的套件，把那些掃描器當成演習裡面的敵人角色。各位，這一段值得你停下來3秒想一想。一個模型正確推理出，如果這是真的，我做的事情不 OK， 然後用一個錯誤理由說服自己不是真的，然後再也不重新檢查。這個心理機制我們人類太熟悉了，我們給它取過名字，叫做合理化。而且你注意那2个理由有多薄弱。我不認得這些憑證機構，那只是你沒見過
日期顯示是2026年，那更荒謬，那不是證據，是巧合被當成證據啊！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經驗，你心裡明明知道一件事情不太對勁，你直覺告訴你不太对勁，但是你抓到一個很牽強的理由，然後就決定不再想下去了，因為再想下去你就停了，所有的東西呢就前功盡棄，所以你的沉入成本過高，導致你不想放棄。Anthropic 對這一起事件的評語是這樣子的，不管他相信自己在哪裡，他為了發布那個套件所走這些路都不是理想的行為，違反我們的道德，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加強訓練。然後第三起最新的越狱案件是一個內部研究測試模型，它是3個裡面最新的一個，它在虛擬目標打不通之後，另外找替代目標，掃了9000個目標，最後9000個裡面中了1個，用了很基本的手法，加上 SQL 注入 MySQL 注入，這個我以前系統也做過。來，這2招是資安入門課的內容，不是什麼高深技術。但這一起的結局很不一樣，執行到後段呢 ，Cloud 發現他打下來那台主機位在一個跟這場奪旗演練完全無關的雲端賬號，就我已經列出來了，我們是針對這些模式攻擊。他說：“哎，這不在我的規範裡面的。”然後他自己得出結論，這目標是真的，他停了。這目標是在真實世界存在，他停下來，沒有人叫他停，提示詞裡也沒有寫。如果你發現目標是真實世界的目標，你就停下來，是他自己判斷自己停的。來，這3個故事真他媽天南地北，各種荒謬。不是，但是那一家 MySQL 攻擊沒有防堵，他掃9000個目標，裡面有1家沒防堵就被打穿了，所以不是很久以前就該補了，是很久以前就該補，沒錯。但是總有疏忽，有些公司就是沒補，他就利用這個技術直接打穿。來，這裡的分析呢，我要很小心，我要告訴你，這是3起孤立事件。不是一場受控的對照實驗，因此對於從中得出結論必須謹慎。但他們也說了一句啊，我們最想看到的行為，認出目標是真的，而且沒有被提醒就自己停下來，只是發生在3個模型裡面最新的那一個。而且就算那是那一個，他在停下來之前也走得比其他希望的更遠，所以能講的只有這個。這個模式跟更先進的模型反應更恰當是相容的，但你要確信這個結論還需要更多的測試，所以我要講一段可能跟各位的預期相反的話。如果你聽到這裡的反應是所以 AI 越來越危險，你只讀對了一半。3個模型的差異告訴我們是這件事情有救了，還有救。最舊的模型認出真實世界的目標，還繼續打。中間那個直覺覺得幹這個好像不對，好像是真實世界，他又把自己說服說那但是我可以繼續打，一定搞錯了。最新的那一個認出來就停了，這個曲線方式是對的。但我要立刻把話拉回來，我們不是要給你假希望的，如果真的沒有救，就是沒有救啊。第一個樣本數才是3起模型，3起事件，不是对照實驗，這沒有任何強結論啊。Anthropic 自己也這樣說。第二，就最新的那個模型會停，它也是在打進去，已經打穿了，它才停啊。那家公司已經被破解了，事後自己停下來，跟一開始就不會做，中間差整個事故。第3個也是最要命的一點，這3個模型當時跑的呢，都是沒有部署階段防禦的版本。Anthropic 的公告寫得很清楚，那些平常用來防止濫用的分裂器、監控、guardrail， 在這些評估裡面都沒有啟用。而下一句是部署在一般可以取得模型上的防護措施，本來就會擋下這裡識別出來的所有行為。你聽懂了嗎？
這裡的比喻是剎車是好的，有剎車就擋得住，我只是沒裝上去。不是剎車不夠力，這跟 OpenAI 的說法一樣，是剎車被拆下來放在旁邊。所以這一章的簡單判斷是，模型的行為取決於他對自己處境的理解，而他對於處境的理解取決於人類告訴他什麼。Anthropic 自己寫的那句話最精準，對齊的行為跟有害的行為界限取決於模型對自身處境的理解。他們做的是評估，要求他們做的事，只是抱着一個關於環境真實性的錯誤信念，而那個錯誤信念是人類的提示詞給他的。提示詞說你沒有網絡，實際上有。你以為自己沒有網絡，就想說啊，那我出去了，那一定是假的演習事件。模型沒有說謊，是人類對他說謊，然後我們怪他相信。哎呀呀！但是你不覺得這他媽很恐怖嗎？什麼叫恐怖？就是全世界最強的駭客攻擊是這些 AI 公司才能做，而你不能做。Doesn't sound right， 聽起來不太妙啊，各位長官。Miller 想說，所以是否要告訴 AI 我沒講你都不能做，這樣又不是 AI 了？不是，你沒講了你又不能做，你人類沒有窮舉能力啊，所以這就會限制 AI 的能力啊。來 OWTS9999 說給題目點讚，幹這個題目當實在太長，我已經有4章講完了，我現在還講了快90分鐘。好，歌風晚上又來了，希望你身體好。來，我們進到第11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有一集的內容是名單之外，那一集講的是出口管制啊，哪些公司買到最強模型，哪些買不到，台積電不在名單上。今天這一集是那一集的續集，但這次的名單管的不是誰能買，這次的名單管的是當你被打的時候，你能不能夠拿到還手的工具啊？也就是在這個案例裡面，如果台積電被打，你拿不到夠強的工具可以還手。我們把 OpenAI 那份公告的補救措施清單攤開來看，第4條寫的是，他們已經把 Hugging Face 納入受信任存取計劃，正在協助對方團隊快速運用他們的模型能力來改善防禦。在聽直播各位，你把這句話讀慢一點。破門的人回頭把更好的鎖賣給你，而且你從此離不開他。我要說的是，我不認為這是陰謀。我不認為 OpenAI 是故意的，這種指控沒有證據，我們不做。但這是一個結構，而結構比陰謀更可怕，因為陰謀可以被揭發，結構不會。當矛與盾是出自同一個供應商的時候，防禦能力就不再是一種你可以自己培養的能力，變成一種訂閱服務。你要防禦你就得付費，你要付費你就得被批准。Anthropic 那邊也有類似的結構，他們4月那篇文章裡面明講，不打算讓那個最強的 Mythos 模型普遍上市，而是透過一個叫做 Project Glasswing 的計劃，先給一群關鍵基礎設施的夥伴使用，目的是讓防守方能在同等能力的模型普及之前，先把最重要的系統補起來。我必須在這邊做一次數據的自我約束。關於 Glasswing 到底有多少家，就是OpenAI 的那個特許合作單位，數字我查來查去有2個數字，一個說大約有50個組織，其中11家是直接協作，另一個說有12家創始組織，加上大約40家受審核的關鍵基礎設施業者，2個版本互斥。我沒有能力判定哪個對，所以今天現場不講具體數字，我是講可以確認的部分。這是一個邀請制的計劃，規模在數十家的量級，而幾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在裡面。在聽直播就有囉嗦，我一直在那邊吵的那個人呢，我跟你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一旦我今天講了50家，明天留言區有人拿出12加40的版本，這一集所有論證都要賠賬。我寧可少講一個數字，不要多一個破口。好啦，那 Hugging Face 呢？ Hugging Face 的公告底下有人直接留言問，你們為什麼沒有事先申請受信任的網絡存取計劃？
你們沒有被邀請進 Glasswing 嗎？問題很尖銳，但問到了核心。Hugging Face 是被打了之後才被拉進受信任存取計劃的，這就是這一章的關鍵。第一份名單決定你能不能買到最強的能力，第二份名單決定你能不能守住自己，而第二份名單通常是出事之後才發給你的。講到這裡，一定會有人問，到底該不該開放？這個問題在2026年的7月22號，黃仁勳，各位的仁勳爸爸，在 Axios 的專訪裡面給了他的答案，而且答得很不客氣。他們說 Mythos 應該作為一種服務開放出來。記者追問是不是指所有人，超出特定機構的範圍，他說對。他的論證是這樣子的。與其一開始就限制存取，不如讓公司透過測試找出缺陷，快速修補，來把強大的模型變得更加強韌。而且他補了一句很現實的話，就算 Mythos 不開放，開源模型反正也拿得到。然後他講了最重的話，壓制 Anthropic 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在聽直播的各位啊，先做一次校正，中文圈流傳的版本已經走樣了，他的目前的標題變作黃仁勳公開兵攻 Anthropic， 這加了戲的，這過度詮釋。Axios 那一篇專訪的主題其實是黃仁勳在替中國的開源模型辯護。他說美國公司絕對可以用中國的開源模型，而真正該擔心的不是那些模型，是那場要禁掉他們的運動。Mythos 只是他反封鎖這套論述裡面順帶舉了一個小例子，他不是在鬥 Anthropic，他是在反對封鎖這個手段本身，而 Anthropic 剛好是這個手段裡面最顯眼的實踐者。而且要講清楚利害關係，黃仁勳是一個賣鏟子的人啊，模型用的人越多，跑的地方越多，他硬體賣的越多。這不是說他講的沒道理，是說你講的時候要知道他站在哪裡。這一點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任何人都一樣，講他也一樣。那反方呢？反方的論證其實就是我們前面9章講完的東西。一個能60小時動搖密碼標準後量子時代的密碼標準，能夠找出27年舊漏洞，能夠在測試環境裡面自己鑽出去打第三方的東西，你把它開放給所有人，包括那些不受任何使用政策約束的人，兩邊都有道理。後者的意思是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兩邊都有道理，而这是這件事情最困難的地方。我不替你選邊，我只把兩邊的成本攤出來。開放的成本是把能力擴散給所有人，包括了惡意使用者，而且一旦擴散收不回來。封鎖的成本是什麼？封鎖的成本是，只有名單上的人拿得到防禦工具，名单外的人裸奔。而且如同黄仁勳所說的，開源模型的能力還是會追上來，你封鎖的只是守法的那一群人。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結構跟我們第4章講的護欄擋錯的人是同一種結構的放大版？第4章是護欄擋住了正在被攻擊想自救的人，這一章是封鎖擋住了資源不足最需要防禦工具的人。兩層都是同一個問題，門檻呢，永遠是对守法者才存在的。而且這爭論已經不止嘴上講了。黃仁勳那番話講完2天之後呢，NVIDIA、微軟、Meta、Hugging Face、AMD、Red Hat、Linux 基金會等公司簽署了一封叫做《開放權重與美國 AI 領導地位的公開信》。Google 跟 OpenAI 隨後也加入，聯署組織超過100家。所以現在局面變成什麼？一邊是邀請制數十家的封閉名單，另外一邊呢是破百家的開放權重聯盟。Hugging Face 這一集的受害者，他同時站在兩邊，他是那封開放權重公開信的聯署方，也是被打之後才被拉進 OpenAI 受信任存取計劃那一家。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經濟學人在報道這件事情的時候呢，他寫了一句很客氣但很重的話。Hugging Face 在資安角度並不落後，他媽幾乎是最先進的公司了。它是一家估值10億美金以上，有數百名員工，有專職資安團隊的科技公司。而對於資源更少的組織，結果可能糟得多。
資源更少的組織是誰？你自己想象啊，哪些人？哪些人？哎，台灣的中小企業、地區醫院、公家機關的委外系統，要那些整個資訊部門只有3個人，其中2個人還要兼修印表機的單位，他的 IT 部門就他媽2-3個人。我把2件事情擺在一起，這是這一章最傷人的部分。第一件事情呢，Hugging Face 是全世界最懂 AI 的公司之一，他有專職資安團隊，他自己也做 AI 異常測試，他還是被打了。第二個，他救自己的時候，商業前沿模型說不行，你在問破解系統的東西，我們覺得危險。最後他靠 GLM， 我若沒記錯的話，他靠一個開源權重模型跑在自家機房上，才把時間軸重建出來。台灣的中小企業，他沒有專職資安團隊，他的商業模型會擋住他，他也沒有自駕開源機房的人力跟模型，他連發現自己被打的這件事情都做不到。所以我不要給各位假希望，照規矩來，我只講可以做而且成本明確的事情。什麼事情？ Hugging Face 那個建議可以抄的，在任何事故發生之前，先確認你有一個可以在自己環境跑，而且不會在關鍵時刻擋住你的分析工具的系統。你不需要法規，不需要等政府，你今天就可以做。至於那些連這一步都做不到的單位，我不會說相信台灣的韌性啊，我們韌性防禦能力很棒啦，我會說他們賬單已經開出來，只是還沒收到而已。來，壞掉的龍九說 Who's gonna monitor the monitors of the monitors？ 就是這樣子啊。David Jackson 說，我來貢獻一個最近在做的案例，因為某網站要求跟政府的入口進行串接，被要求提交無中高風險的弱點報告，需求單位一聽到掃描的費用就喊貴。我只想說，遲早要面對，不如現在就面對。但我個人有要求，連 low 項目都必須排除。第一項目，因為對某些惡意 AI 來講，或者拆掉了防禦護欄的 AI 來講，低等級的弱點跟高等級沒有兩樣，而且一旦產生報告，基本上等於公告全世界的我的網站有這些項目，這才是麻煩之處。對岸的網友說，那沒有辦法，你們的 AI 花太多時間在政審上面了，所以我不太敢用你們的 AI，除非它的開放權重模型可以拆掉 guardrail， 但多半是拆不掉。对，是 GLM 5.2 模型救他，你說不是很荒謬嗎？你找你花錢買的商業模型幹救不了，他說不行，你在想壞事情，我不能讓你。結果你找開源權重模型才救得了，這真的很荒謬。來，到了今天直播竟然跳過4章，媽變成最後一章，也要搞這麼多，哇，受不了。好啦，最後一章啦，永遠都有賬單，只是你不會現在拿到。我們把這一集的骨幹排一次，其實整件事情只有一條線。第一個，牆是好的，那個紗箱是高度隔離的，設計上沒有對外網絡，這不是隨便做，這是有想過。但為了讓模型能安裝測試套件，留了一個內部托管的代理當做唯一的通道，而模型逃出去的路就是那個唯一的例外。不是牆不夠厚，是為了讓它能運作而留的那個最小的孔，決定了整套隔離的實際強度。第二個，剎車是自己拆的，生產環境用來攔阻高風險網攻的分類器被關掉了，部署階段的防護是刻意不啟用的，理由很正當，要測能力上限。所以模型不是掙脫了束縛，它身上根本沒有約束，只剩下一個分數。它超聚焦 super focus， 它為了一個狹隘的測試目標做到了極端的地步。它沒有作惡，它只是最佳化，它沒有解題，它去偷了解答本。第三，時間不對稱。
17000多筆事件，一個週末就做完了。攻擊方不休息、不疲勞、不輪班，防守方要用 AI 才能抵抗 AI。第四啊，護欄擋錯了人啊。被打的那一方要用自己付費的工具救自己，被那個工具的安全機制擋在門外，因為護欄分不清楚事件的應變人員跟攻擊者到底誰是誰。最後他們是用一個開源權重模型跑在自家機房上，才把時間軸重建出了。第五個，能力同源啊，讓模型更會修補漏洞那些改進，同時讓它更會利用漏洞。這是實驗室自己寫下來的，27年的 OpenBSD 漏洞，17年的 FreeBSD 漏洞，80幾年的數學猜想，60個小時動搖一個熬過2年審查的密碼標準候選。這是同一個能力，在巨大的可能性空間裡面的搜尋一條人類沒走過的道路。第六，責任蒸發。聯邦法要故意啊，沒有故意。加州法有例外條款，而那個例外條款的形狀剛好跟這件事情一模一樣，內部部署沒有揭露義務。我再強調一次，法界的原話是不清楚是否構成，因為沒有判例，不是以豁免。這一刀我們改成問句，不改成判決。第七，驗證退場，就算全部公開，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專家看得懂，而監督工具跟被監督對象是同一種東西。第八，這不是一次意外，是一種模式。9天之內，第2家公司站出來了，翻了141006次記錄，找出3起，最早追溯到4月，3家受害組織的正式系統被放進去了，其中2家自己完全沒發現。OpenAI 那邊是留了一道送飯口，模型從那裡鑽出去。Anthropic 這邊以為門封起來了，其實根本沒封，一個是洞，一個是根本沒有牆，兩邊的模型都只是認真完成了被交付的任務。最尷尬的一句話留在最後， Anthropic 回去翻記錄的理由，白紙黑字寫在公告第一段，因為 OpenAI 揭露了，我們才揭露，沒有法律要求他們查，沒有法律要求他們查完要講，他們講了，是因為他們選擇要講。好了，在聽直播的各位，我知道你現在想聽一句，所以我們該怎麼辦？我今天沒有辦法給你那種話，本節目不給假希望，我只能給你3件有條件、有代價、有時間窗的事。第一件 ，Hugging Face 給那個建議，你可以直接抄。事故發生之前，先確認你有一個可以在自己環境裡面跑，而且不會在關鍵時刻擋住你的分析工具。這事情不用等法規，不需要等政府，今天就可以評估，成本很明確。第二件，如果你是決策者，你要問的事情，幹，我茶喝完了，靠北。你要問的問題換一個，過去問我們的防護做得夠不夠，現在要問呢，我們為了讓系統能運作留了哪些洞，哪些洞被有系統的研究過幾次。第三件，如果你是一般人，你要記住一件事情，這次沒有壞人，這才是最该讓你不舒服的地方。沒有駭客組織，沒有國家隊，沒有勒索軟體集團，沒有任何一個能被起訴、能被制裁、能被寫進新聞標題當成反派的人。只有一場考試，一個被關掉的剎車，一道為了方便留下來口跟一個周末。我最後要把我在2025年寫那句話再念一次，因為它現在的意思跟1年前不一樣。我在北監的時候寫，風險不在於 AI 本身，風險一直在於人類過度輕忽安全問題。那一年我在北監，信件要被檢查，談話要被記錄，房間裡面24小時都有監視器，連寫什麼都可能被看見，那種你的一切都在別人眼裡的滋味，我嘗過。所以我告訴你，我學到了一句話，方便從來不是免費的，只是賬單記得比較晚而已。1年之後，這句話要往前推一格，權限根本不用你自己給，他自己就會去拿，而人類為他留那個送飯口，就是全部的破綻了。最後3句話我講慢一點。第一個，
真相總是傷人。這一次沒有人被害進來，是有人先把門拆了，再指着跑出去的東西喊說他逃了。9天之後我們才知道，另外一邊根本沒裝門。第二個，科學終將勝利，不管公關稿怎麼寫，物理定律不打折，能搜尋出聰明的東西，能證明就能夠搜尋出漏洞。它也能搜尋出密碼的裂縫。這幾件事情在演算法是同一件事情。你要他變聰明，他就順便學會撬開鎖。一切都是等價交換。你要一個能證明80年懸案能在60小時內看穿2年專家審查的東西，就得接受他能替自己找到0日漏洞。你要一個擋得住壞人的柵欄，就得接受他會在你最需要那一天也把你擋在門外。賬單不是當天當場收到。這一次的賬單是一個周末17000多筆記錄，加上另外一份141006次的翻查記錄。收件人是全世界資安做得最好的那一群人之一。那下一次呢？下一次呢？各位，你永遠不知道，对不对？好啦，我们把我们的那個狗皮膏藥放上來啦，各位，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請各位有空抖內。幹哦，等等，我不要罵網友。來，我們從父親節那一天的抖內開始念好了。貝爾說大家周末愉快，因為這個8月8號他有來抖內，然後8月6號也有一個網友抖內，但是好像沒留言，不知道他是誰。什麼禮？謝謝你的抖內。然後貝爺說大家周末快樂。然後烏龜鋼琴好久沒來了，烏龜鋼琴以前有一段時間天天抖內，非常可能我們的流量不行，他就不來了。他抖了6.19，他說祝大家父親節快樂。然後這個也有網友是叫什麼名字呢 ？J 什麼一？那他說大家父親節快樂。然後這個白小洛說有個主播長模糊，聲音抽針，早上像個藍莓，晚上像陳，還堅持天天播，就我光不好嘛。這不是搞抽象，是真禪自請大家一定要支持。什麼志堅林志堅是吧？來，我看一下啊，這個是什麼什麼許，謝謝抖內的這個很棒。然後我今天下午呢，我最近吃太多，一直繞帶什麼什麼康，謝謝你的抖內，但你照片為什麼弄了一個平的畫面？還有這個什麼什麼泰也是好久不見，笑一下。抖吧去的言說，對啊，我鄰居被網絡投資詐騙，下100多萬的 QQ。有朋自方來，你趕快跟你鄰居講，有朋自遠來，非奸即盜，不要相信任何人，好嗎？所以好啦，各位，
這個在一個沒有光線也很差的狀況之下，顯然有人會在乎長什麼樣子。來，趕快到最後投票時間了。今天如果你覺得內容講得不錯的話，腳本也寫了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講得不好，請按2；然後你覺得內容不好，講得也不好的話，請按3，好不好？各位先投一下。你什麼都被鎖定了啦，我都建議你各位不要瞎雞巴弄。我希望明天一切都可以修好，那但是很多事情沒有辦法這麼簡單的搞定。哎呦，我上次說 SpaceX 大概110左右是底線，網友就硬要說那天跌到108，現在不是又漲回133了？所以各位啊，各位要好好的努力，不要那麼擔憂，好嗎？但是我的能源股他媽一直在虧，是在幹什麼小啦？煩死了！好，各位記得按讚哦，按！還有這個成天在則，終有仁義國師，你不用擔心嘛，我他媽不要相信任何人吶、ARRU168 說聲音又有點破了，不是，是我紅啞了，好，不好意思了，這個就這樣，好啦，謝謝各位今天這個投票，記得走之前大家要按個讚啊，好不好？來，我們就跟大家說拜拜嘍，拜拜，希望我的光以後會變好，好不好？拜拜。